108辆 M1ART 全数到货，年底成军有望。2026年4月底，台湾最后一批28辆 M1ART 运抵台湾，进入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这意味着台湾陆军地面战地将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代际跨越。不过，对于 M1ART， 台湾内部也有不一样的说法。有人称其为最荒谬军购，认为台湾的桥梁无法承载 M1ART， 后勤也有问题。那么 M1ART 真的是这样吗？这108辆坦克又会部署在哪儿，承担什么任务？4月底，台北港码头最后一批28辆 M1ART 被黑色防水布严密包裹，在夜色的掩护下，经由重型吊车从货轮上卸载。台湾民间的重型拖板车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在宪兵与警方的联合交管下，车队沿着西滨快速道路一路向南，驶向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这代表台湾购买的108辆 M1ART 全数到位，历时7年之久，总额达405亿余元新台币的瑞捷专案圆满落幕。随着这批战车进入接装与战备测试阶段，台湾军方计划在2026年底前完成全旅的编装，并正式宣布成军。瑞捷专案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差点没把台湾军方挤出心脏病。过去这几年，因为全球供应链波动，美国交付速度缓慢，瑞捷专案的进度一直卡着。再加上台湾的后勤基础设施，比如车库、维修厂，甚至弹药库，都需要为了 M1ART 进行全面的翻新和改造，花的时间不是一点点。交付慢，那么在行程战地上就不能再慢了。为了确保这批坦克一落地就能转化为实战能力，台湾采取了分批交付、种子先行、边接边训的策略，也就是不等108辆全造好再发货，造好一批先运一批，先到的先练，练出精锐当教官，然后老带新，滚雪球式发展。这块地一共分了3次发货，第一阶段交货是在2024年12月，数量是38辆。这批先头部队一到，立刻被分配给了驻扎在新竹的装甲584旅，主要装备了联兵1营和3营。这38辆车一落地，台湾陆军立刻在新竹坑子口训场展开了高强度实弹射击验证。到了2025年7月10日，军方搞了个公开测试，4辆 M1ART 在动态环境下，也就是一边狂飙一边开火，一共打出19发120毫米炮弹，全数命中几公里外的标靶。这一波操作验证了 M1ART 那套猎歼系统的精度，也算是给后勤和成员积累了第一手数据。2025年7月，瑞捷专案来到第2阶段交货，数量是42辆。这批车一到，584旅的换装进程进一步提升，联兵2营正式编满，驻扎在桃园杨梅的269旅战车连也分到了一杯羹。这也标志着台湾陆军首个全由 M1ART 组成的战车营正式宣告成军，具备了操作3代战车作战的能力。第3阶段交货，也就是2026年4月这最后一批，数量是28辆，主要任务是查漏补缺，给584旅全旅换装，同时拨给装训部作为教学用量，剩下的再补充给269旅。至此，整个108辆的采购计划在交付层面上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拿到了这108辆 M1ART，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放哪儿。M1ART 这东西挺贵的，不能满岛乱撒。为了这108辆战车的归属，台湾高层推演了无数遍，最终决定把最抗揍、最能打的重型装甲武力全部集中在滩岸后方以及通往大台北地区的要道上。具体来说，第一大主力就是陆军装甲584旅，这是这次轮换的绝对核心，吃下了84辆 M1ART， 直接实现了全旅3个联兵营、1营、2营、3营的全面换装。584旅的驻地在新竹湖口，在战略决策上，这个旅被定位为北部第3作战区的重型打击拳套。在军方的防御想定中，它可以扼守桃园国际机场与林口台地，防止机降作战。这得益于 M1ART 的高机动性能，在必要时，它可以迅速通过高速公路向中部第5作战区驰援，当作路障和移动炮台，参与城镇防御。第2大主力则是陆军机械化步兵269旅。相比于584旅，269旅只分到了14辆战车，主要用来换装一个战车连。看起来有点少，甚至有点像打酱油的，其实不然。269旅驻防在林口台地，主要任务是监视台北港，任务是作为桥头堡守卫防线。第3个单位则是装甲兵训练指挥部，分到了10辆战车。这10辆车不是用来打仗的，专门用于教学培训、战法研究以及储备未来的种子教官。战时状态下或者成员出现伤亡，装训部必须确保后方有熟悉数字化战场节奏的装甲兵能够随时顶上去。部署地方已经确定了，但是在台湾内部 M1ART 仍存在争议，比如桥梁承重、后勤等。只是这真的有争论的必要吗？台湾前陆军司令李祥宙曾公开跳出来，指责这笔交易是最荒谬军购。原因很简单，基础设施太脆弱。按照李祥宙的说法，台湾全岛大约有 2.9 万座大小桥梁，其中有高达 40% 的桥梁是建于1980年以前的。那个年代的建筑标准和抗震等级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老桥的承重能力大多设计在30至50吨之间。当年台湾主力战车 M60A3 也就50吨出头， CM11 勇虎更是只有50吨不到，开过去刚好能凑合。M1ART 呢，战斗权重只逼63吨，如果加上一些战时挂载的反应装甲或者雷达网，重量还在往上飙。如果战时这批 M1ART 需要跨区增援，开到半路桥断了，不仅战车报废，还会导致大范围的交通网络瘫痪。说实在的，把哪些桥能走，哪些桥绝对不能碰，海军早就知道了，在军用数字化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不仅如此，台湾军方还利用战备侦巡的机会，频繁向媒体展示 M1ART 通过重要桥梁的画面。在2025年的一场演练中，584旅的 M1ART 就顺利通过了新竹旧港大桥。不过硬开也不是长久之计，履带对柏油路的破坏力相当惊人。在采购战车的同时，台湾同步向美国采购了16辆 M107-0A1 与 M1000 运输板车。这是美军的物流神器，可以将 M1ART 的重量分散到10几米的板车底盘上，确保战车在非作战状态下的长途机动中能够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交通枢纽，到了战区边缘再把战车卸下来自己跑。除了这一点， M1ART 在后勤方面也有争议，油够不够烧。 M1ART 之所以能扛着63吨的体重还能飙车，全靠屁股后面那台 AGT-1500 燃气涡轮引擎，动力是 M60A3 的2倍。在面对泥泞的水稻田、陡峭的坡地时， M1ART 最高时速67公里每小时， M60A3 就算把油门踩进油箱里，也就48公里每小时。这意味着在战时 ，M1ART 的跨区增援与战术转换速度提升了近40%。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力大的代价就是吃油。M1ART 的百公里油耗达到了800到900升，而普通的柴油战车百公里也就300升左右。按照李祥洲的说法，在战时台湾四面环海，海上封锁是必然的，燃油本来就是极度吃紧的战略物资。如果一个点兵营的 M1ART 全速开动，可能会在几小时内直接把整个营的油库给吸干。到时候旁边的云豹装甲车、后勤卡车、救护车通通没有趴窝。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军方拿出了另一套战术逻辑：燃气涡轮引擎。虽然油耗高，但它热机快，在紧急出动时，柴油战车特别是老旧的 M60A3 在冬天或者凌晨需要长时间的原地暖机才能把转速拉起来，不然一脚油门就熄火。但 M1ART 不需要，引擎点火就能走，能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掩体。在被导弹洗涤的开局中，这是保命的技能。而且 M1ART 虽然耗油，但它几乎什么都能烧，柴油、航空煤油，甚至是汽车用的汽油，逼急了高纯度的酒精都能往里灌。战场的适应能力拉满，跑到哪家加油站都能补充燃料。除此之外，我们前面还提到了重型板车运输方案。平时长途转进 M1ART 不用自己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主行军带来的油耗压力。台湾军方也承诺会给 M1ART 部队配备专用的重型野战公有车。在火力军看来， M1ART 的争议是存在的，但这款坦克带来的好处要远超这些争议。很多人以为台湾买的 M1ART 属于美军退役翻新的二手货，这点是错的。M1ART 不是旧货，它还是基于美军现役的 M1A2 ICP V2 标准，并且融合了部分最新 ICP V3 技术的专属定制高配版。在射控、防护与数字化层面，它均达到了3代半战车的顶尖水平。M1ART 的全面加入不仅是换了一辆车那么简单，它让台湾陆军从过去的静态防御逐步转向动态反击的新模式。军方最为看重的就是 M1ART 的车机间资讯互联系统。通过这套高度数位化的系统，每辆 M1ART 都是战场上的一个移动感测节点。简单来说， M1ART 可以接收来自天上卫星、侦察无人机以及几公里外友军侦察车传回来的坐标信息。这些信息会直观地显示在车长面前的数字化高精度地图上，哪里有敌人，哪里是雷区。在现行的联兵营编制框架下， M1ART 的角色不是过去那种排成一字长蛇阵的单一突击力量，而是变成了与机械化步兵、自行炮兵、野战防空，甚至是无人机部队深度整合的一部分。比如在火力协同方面，269旅联兵一营在接装 M1ART 的过程中，就在操练与迫击炮部队的协同节奏。M1ART 利用前出侦察的优势获取目标数据，并将其共享给后方的迫炮排。迫击炮部队接到坐标后，能在短短3分钟内完成阵地架设，在15分钟内对 M1ART 标记的阵地实施精准的火力覆盖。这种重装甲与取射火力的高低配打击点是台湾老旧战车做不到的。在防御空间的转换上， M1ART 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过去台湾的装甲兵演训多半是在海滩或者野外开阔地搞实弹射击，但现在随着北台湾高度城镇化，哪里还有那么多开阔地带让你摆阵型？ M1ART 的训练重心已经开始逐步移往城区边缘和工业区。在台湾军方的想定中，其装甲防护和精准直射火力能作为步兵在巷战中的堡垒，抵御轻型反装甲武器的偷袭，稳固城镇防线守军的士气。只是乌俄战争打了这么久，大家都看明白了，对于现代战车来说，顶部的脆弱装甲绝对是致命伤。
不管是造价几十万的反坦克导弹，还是成本几千块钱的 FPV 无人机，只要从天上垂直砸下来，再厚的复合装甲也得当场殉爆，身首异处。遗憾的是，台湾这次拿到手的 M1A2T 虽然有遥控武器站，虽然装甲厚实，但它暂未安装类似战利品之类的主动防御系统，这让它在面对无人机蜂群时显得有些被动，脑袋顶上基本都是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当然，台湾军方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也在紧急评估电子干扰设备与格栅装甲的加装方案。在未来的战术演练中 ，M1A2T 会作为指挥平台，指挥配属给它的野战防空系统，比如复仇者防空导弹或者连队底下的反无人机电子战小组，在战车头顶上方建立起一个涵盖电磁干扰和机枪、防空导弹的防御网。只有这样，这头造价昂贵的坦克才不会在开战的半小时后就被几百块钱的无人机给换掉。如果将 M1A2T 与台湾现有的装甲战车相比，实力就更明显了。M1A2T 搭载的那门 M256 滑膛炮，口径120毫米。跟台湾现役战车的105毫米线膛炮相比，这绝对是降维打击。120毫米炮的有效射程更远，加上配套的各种定制弹药，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猛。这次随案采购的美制 KEWA1 钨合金长杆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这玩意儿虽然不是美军自用版的贫铀弹，但在2000米的实战交火距离上，其穿甲能力依然稳稳超过800毫米军制钢板。这意味着在台湾可能的交战距离内，它可以正面贯穿主流重型战车，不用瞄准点，直接打正面都能穿透。再比如多用途打击能力，针对台湾最看重的滩岸守备任务，美军还卖了 M1028 多用途流线弹。这炮弹打出去不是一个铁疙瘩，而是像一把超级大号的霰弹枪，在飞出炮口后会迅速破裂，在炮口前方扇面形成雾珠云。除此之外 ，M12T 的猎歼能力也是过去台湾装甲兵不敢想象的。依托车长位置那部独立的热成像周视镜，车长可以像雷达一样环视战场。当炮手正在瞄准并攻击当前目标时，车长可以同时搜索下一个最具威胁的目标。一旦发现，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键，车长就能强制接管炮塔，让120毫米主炮指向新锁定的目标，炮手只需要扣动扳机即可。这种并行处理的操作模式，使得 M12T 的接战速度和反应时间比 CM11 提升了45%以上。在战场上，谁先开火，谁就能活下来。战车光能打不行，还得能扛。M12T 的生存能力不仅源于复合装甲，还有它对战场信息的精准掌控能力。先说装甲结构 ，M12T 用的是美方提供的复合材料装甲。虽然因为美国的出口限制法律，台湾拿不到贫铀装甲，但美方提供给盟友的出口版复合装甲，其抗穿甲弹和破甲弹的效能依然远超台湾现有的任何一块钢板，正面扛住几发单兵反坦克火箭筒根本不是事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适应城镇作战 ，M1A2T 的车顶专门配备了低轮廓的遥控武器站。以前打巷战，装填手或者车长必须半个身子探出炮塔，操纵12.7毫米重机枪。现在好了，成员不需要露头，躲在带有厚重装甲的舱内，看着屏幕摇动摇杆就可以了。大幅提升了装甲兵在城镇战环境下的安全性和生存率。不管怎么说，随着2026年底全数108辆 M12T 正式编装成军，北台湾的地面防线确实迎来了一次质的变迁。这支以584旅和269旅为核心的装甲部队，不仅是防御桃园、新竹这个三角地带的战略预备队，更是摆在明面上的威慑。M12T 带来的数字化战场感知力与绝对火力，确实让台湾陆军装甲兵进入现代数字化战争时代。到了2026年，台湾的重点不是讨论这辆车到底适不适合台湾的地形，车都已经到了，钱都花出去了，唯一的重点就是如何通过演训，将这个极其先进的平台与无人机、数字化直管系统以及城区的建筑物深度缝合在一起，补齐它防空脆弱的短板，使其成为真正的地表最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M12T 在年底之前能成军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